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之前做过编剧，现在无业，然后不是很想上班，因为感觉上班太累了，每天醒了就工作，困了就喝咖啡工作，总是要往身体里加一些液体来让自己保持续航。有时候感觉我也不是年轻人，我是个汽车人，对吧？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对吧？现在年轻人休息也不叫休息，对吧？叫充电。新能源汽车人，难怪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燃起来了。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上班困的时候就一定得喝个咖啡来提神。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在网吧通宵的人会喝咖啡，他们只吃泡面。打游戏只会让人饿，不会让人困，说明游戏本来就提神。所以我们上班困的时候不应该喝咖啡，应该打游戏。其实不想上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害怕。最近几年听说过很多那种加班猝死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大公司都会开始配备那种 AED 的急救装置啊，如果发生了猝死就能够及时的抢救回来。真好，真贴心。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猝死了。那大公司机会就是多。让你猝的没有后顾之忧，对吧？想猝就能猝，猝完还能猝，对吧？这个措施可太奇怪了，就是他们想的办法不是怎么才能不猝死，而是猝死了怎么办？对吧？他们面对猝死的态度不是不要，而是别怕。把加班猝死，不解决加班，解决猝死。你感觉比起按时下班，还是起死回生更容易一些？我相信劳动的法律，他相信医学的奇迹。如果我入职一家公司，我看见了 AED， 那我就知道这个班是加定了，对吧？它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如果我加班猝死的时候，如果要用上 AED， 那说明还有另一个人在加班呀。一个 AED 就赠送2个加班额度，猝死促销。2个人每天晚上就在那战战兢兢，面面相觑。今天咱俩谁是谁的爹呢？感觉现在睡眠就越来越少，对吧？甚至现在每年的3月21号还专门有一个世界睡眠日，来呼吁对睡眠的重视。你从这个日子就能看出来多么的迫切。3、2、1睡。我感觉世界睡眠日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卑微的节日。它有一个活动叫做多睡1小时全球公益活动。多睡1小时，活动力度也太大了吧。甚至后来这个活动就变成了早睡1小时，也太懂事了吧。我能不能多睡1小时？不行，那我自己早睡1小时。哇，这1小时都不帮我呼吁了，让我自己想办法早睡1小时。我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早上我晚起1个小时，我才觉得我多睡了1个小时。晚上早睡1个小时，我觉得我少玩了1个小时。你都不知道再这么呼吁下去还有什么活动，只睡1小时。你就感觉睡个觉，多睡点觉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就想睡觉，我就爱睡觉。我做梦都做梦中梦，我睡觉的时候都在睡觉。但是结果网上说，睡觉睡太多了，可能是嗜睡症，说我有病啊。我说这也能是一种病？那我能不能请病假呀？为什么没来？身体不舒服，困了，想挂号去酒店看看。对，这就是现在的评价体系啊！你每天睡得多，你有嗜睡症；你每天吃得多，你有暴食症；你每天动得多，你有多动症；你每天工作多，你有上进心。对工作的评价也太积极了吧？你提到学习和工作，都是那种正面的词汇啊，都充满了赞美之情，什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我天道酬勤，
你一提到休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为我50。你感觉从小学的那些知识也没有什么鼓励休息的，对吧？他只有孙权劝学，没有孙权劝教。什么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你没睡醒，当然要刮目相看了。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鼓励休息的词是劳逸结合，还得跟劳结合。啊，就不让休息，对吧？你天天灌输这些牛马的思想啊，就不让我休息，就不让我休息，对吧？困了给我杯咖啡让我醒过来，对吧？猝死了给我个 AED 让我活过来。怎么地球没我是转不了了吗？废物地球，是吧？啊，你就这么一直想让我再生，完了，年轻人真成新能源了。来，欢迎你，谢大家。好，谢谢陈数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好，谢谢陈数，一共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刚才说3、2、1，我都差点怕大家睡过去啊。罗老师，这个年轻人之前有看过吗？看过，我当时看的感受和这次看的感受一样，就是，可能是因为编剧出身，所以其实他的文本是很精妙的，然后也能找到很刁钻的角度，找到一些，大家没想过的角度。我自己感觉就是说，他的文本远远优于他的表演，然后表演本身呢，倒也不是不好，就是，我感觉缺一点风格化的东西。就会比较吃亏，有点紧张，对对对，所以有这个感觉，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就没拍。马老师这次给票了，我给票是以一个原因，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喜欢文本型的选手的。刚才我在看你的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表演有一个特点是，它像是在对自己诉说，就是我们说脱口秀是一种诉说。他一部分是在告诉观众说一件事，但是另外一部分他向内在跟自己对话。其实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不期待观众的表现，我不期待我这个梗抛出来你们笑不笑，我才说下一个梗。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因为你的文本比较强，再配合上你的个人魅力，我觉得你的内容的现场的震撼力会叠加。现在就是感觉你有一点儿。武功上面有一部分非常强的内功，但是在招式上还缺一点儿，就是天花乱坠的那种招式。如果2个能加上，就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自己的门派。Passion。但我觉得陈叔，你是不是自己是喜欢这种交流方式的？我其实更喜欢比这还要弱一点。还要弱一点？我就想安安静静的讲。那观众笑会打扰你的安静吗？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啊，大家的安静是你最想要的？有些不耐烦，你们乐什么呀？干嘛呀你们？其实有一点。你以后选择直播呗，直播讲录播课是吧？对，观众不会打扰你的。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如果你能做自己喜欢的，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做表演，未尝不可。不是真的不想打扰，就是我意思是我那个状态，我不想太外那个。其实我只是觉得，就刚才这票给陈数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陈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作者，几位老师也都看出来他的文本写得非常好。然后呢，你上一期那个特别好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特别适合你，那就是你自己的话，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人物。他上一次说的是那个太卷了想出家的故事，啊，你们看陈数他要想出家，大伙儿会很相信，啊，会觉得不知道是哪个庙派来的形象大使，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希望你以后多挑一挑那个适合你这个情况。比如说你说话好像别人都说你说的慢，说的软，没关系，就挑适合这样说的、这样表演的，然后去更改你的段子。啊，对，他们就是有不一样的表演风格，但是有些舞台演员到电影里面就夸张，或者电影演员站在舞台就不够，所以这个证明你要用电影的表演手法。站在舞台上会吃亏一点，就是这个意思。
我感觉各位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挺为陈数有一点点可惜，就是觉得他的东西素材、他的写法太好了，如果再有更加分的东西，好像效果会翻倍。对，就会叠加。他觉得何必浪费这些？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文本不好，我们根本就不想说。对。好，我们陈数先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我们先不公布他的票数啊。那我们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演员呢，他从婚纱脱口秀开始，一路过关斩将，今天能否冲进半决赛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小鹿。谢谢大家好，我是小鹿啊。今年来录节目之前呢，我一个朋友建议我让我去打个瘦脸针，说把我这个腮帮子打掉啊，上镜更好看。但我心想，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对吧？所以我就去了。反正也不靠脸，段子不好整，脸还不好整吗？不好整。我去到了那个搞脸的地方，跟那个医生说了我要打瘦脸针。说完之后，那个医生的反应啊，颠覆了我对一个医生严谨务实的认知。他当时看着我的脸，面露难色，说：“你这个脸，光打瘦脸针也解决不了问题呀。人这辈子最怕从医生嘴里听到的话，应该就是，哎，普通人对着你，你会觉得你有病吧？但是医生对着你，你会觉得我有病吧？”尤其是一个搞脸的医生对着你，那基本就是对你的颜值打咩了，对吧？他肯定不会对着刘亦菲的脸，他只会对着他的脸。接下来啊，那个医生就开始对着我的脸一顿指点，说：“你看，你的两颊本身就比较凹陷。”打了瘦脸针，侧面就会更寡。你的颧骨、两颊必须做填充，填充完，山根也得垫，垫了山根，那你下巴就太短也。妈耶，我只是想打个瘦脸针啊！那天听完医生那一顿啧啧称丑，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冲动，想说，要不老娘今天就干一票大的。我被这个冲动吓到了，我本来只想缩脸，现在却想换头。哎，这个医生他很会搞人心态呀！你看他无中生有的给你的脸创造问题，让你焦虑，让你交费，对吧？他不像人家正规3甲医院医生一样，给你大事化小的消解问题。我希望有一天咱们走进这些搞脸的地方的时候，这些搞脸的医生能够拿出人家3甲医院医生那种务实的态度来对我。我走进去说：“医生，我觉得我腮帮子有点大。”医生说：“你看一下，这也不大呀，回去多休息，少嚼点牛肉干就好了。”我说：“啊，医生，那我鼻子也很扁，需要垫一下吧？”医生说：“我量一下，不影响呼吸吧？”没事，以后砸扁了再回来垫吧。我说啊，医生，真的不需要整一整吗？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很丑啊。医生说：“丑什么丑啊？外面多少真的丑的人在那等着呢。”你这点小丑来浪费我的时间？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是上网上太多了，胡思乱想。实在不自信，给你开一个美颜滤镜吧。我真的是想了很多，我甚至想到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是不是有义务把腮留住？因为现在活跃在屏幕上的这些帅哥美女都是那种一水儿的锥子脸，对吧？越来越单一的美，只有我们脱口秀演员还在坚持多元的丑。这份坚持很可贵啊，因为如果人类都去疯狂的磨骨削腮的话，就这么进化下去，总有一天人类就进化的失去自己的腮帮子了，那样人类会变得很脆弱的，因为我们遇到困难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了。而且呀，其实丑才是脱口秀演员的安全牌。你想，如果我的人设是中国最丑女脱口秀演员，那你们这辈子都不会听到我塌房的八卦。说，哎呦，别看小鹿在台上丑成那个死样，私底下可是国色天香呀。
也太安全了啊！但是这个丑陋赛道呢也不好走，一是太挤，现在你们脑子里人满为患。二是啊，现在观众很善良，总喜欢夸脱口秀演员长得好看，就跟那些粉丝喜欢夸爱豆有实力一样。有时候我上台也会听到有观众嗷出一嗓子“姐姐好美”，哇，我真的是好局促。我心想，能有多美？这才拿到哪儿啊？你们吃点好的吧。大家用好美来肯定好笑，非常善良，但是没必要啊。长相普通，段子好笑，他就不值得夸赞吗？对吧？我希望以后我上台，观众能如实的夸赞我，姐姐好普 ，professional 的普，又普又好笑，做喜剧的料。那这个时候我也会真心实意的谦虚说：“哎呦，哪里哪里，我只是幽默而已，你们才是真的普通。”哎，咱们今天观众很好啊，很能接受冒犯啊。因为现在啊，说人普通都已经是骂人的词了。哎，普通怎么了？对吧？这个世界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吗？啊，我觉得舞台上应该更多出现普通人的脸，影视文学作品应该更多的去书写普通人的故事。要拍就应该去拍什么小美人鱼、普少女战士。以后大家刷短视频一点看那个电影解说都是注意看这个女孩叫小普。很明显啊，我最后没有换我的头。因为我享受做一个普女，就很稳定，有一种那种有编制的安全感。我不想再努力了，但是我非常钦佩那些还在为美丽努力的人啊！而这些为美丽努力的人，居然被骂什么整容脸、假脸，我觉得太没有天理了。整容脸，那不就是天道酬勤吗？美那都是不劳而获呀，不劳而获有什么好夸赞的啊？我觉得在颜值这块，真正应该被夸赞的就是那些从平平无奇的脸上平地抠饼、灾后重建的人了。我觉得所有换了头的偶像明星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告诉自己的粉丝，自己原来长得什么鬼样，这样你的粉丝才会知道他的 gay 有多努力呀。一旦有黑粉来攻击你的时候，你的粉丝就很有底气的亮出哥哥以前的丑照，跟对方对峙说：“你知道我们哥哥多不容易吗？哥哥刚出生的时候多丑啊，那鼻梁多塌呀 ，AKA 伏地魔。哥哥的山根垫了整整8次才垫起来，练习生5年，哥哥在医院躺了4年半。”给给一直在微笑着面对，给给完美微笑背后是什么？是32颗烤瓷牙，烤瓷牙多疼啊！哎，我们的给给在疼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小鹿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别忘记给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小鹿。庞博好帅啊！谢谢，我不心虚，没有我你们也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国仔觉得自己长得如何？我准备变成人造的那种美型的。从哪一步开始？心灵。好，那个小鹿获得了气氛组的5票啊，全都给了票数。组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跟小鹿聊的？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哦，谢谢谢谢。哎呀，哎，小鹿，你这次参赛的感受怎么样？跟之前参加其他的比赛，比如奇葩说啊或者什么相比？就是我感觉放松了很多，就比较能够就是去表达自己很想讲的东西，然后当然尽量也要让笑点更密一些，然后我感觉就是观众也很友善。谢谢你们，真的非常。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比喻都非常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小鹿是非常擅长把生活里观察到一个小细节，然后用一个喜剧的方式去解构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谢谢谢谢。我是小鹿很多年的粉丝了。哎。
今天这见面会呗，你一这样就把我很真诚的表达弄成是油滑的社会人，其实不是，我就是看了他很多年。然后刚才这个当然我也非常喜欢，非说有一点遗憾的话，就是他全程都是密集的笑点，我一直期待有一个收尾前有一个巨爆无比的，但没有到，那也是99分，所以就拍了。哎，小鹿，我真的想问你啊，你那个丈夫他会懂中文吗？他会听得出你这段？哦，他能听懂。其实他的中文啊还可以的，现在越来越进步了。那回家他会不会一直看着腮帮子？他觉得我怎么都挺好看的，然后我有一个很好，但他的审美可能跟我们这种传统审美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老有人说我长得像杨迪，然后我觉得吧啊。我觉得我很敬重迪哥啊，闭嘴！但是我觉得我俩也没那么像。然后那天我就说，哎呀，他们老在刷什么杨迪。后来我老公就问我，他说怎么了嘛？我说他们说我长得像杨迪，他说杨迪长什么样？我一给他看，他说挺帅的呀。郭老师呢，觉得杨迪帅吗？到我这儿已经不问比赛了。没想到是这么个问题吧？迪哥确实挺好。没有，我这个今天听完这个小鹿姐的这个表演，就和之前看过的都不太一样。这个切入点特别好，都说服我了。就是对我原来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或者说对这些可能也比较从众，因为好像大家都是这种看法。是我听你说的，我觉得你越说越对。真的，我现在觉得这个确实不应该被很多人所诟病，对吧？就好像说这个我们这个容貌啊，后天这个事情的确就是努力，但好像大伙儿总是对这些个抱有一些恶意啊，大家都喜欢天生的，对吧？那我是郭德纲的儿子，这也是天生的，怎么这么多人有恶意呢？是吧？起码我还没努力想当他儿子呢，他非让我当呢，是吧？你这个就很对，有意思。我以前其实也会有这种疑惑，就是为什么就是感觉就是这种恶意那么大？后来我写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其实你说一个人从他的父母那里继承了财富，跟他一个人从他父母那里继承了颜值，他的本质就是一样的。对，他都是不劳而获。那凭什么这个就大家就老夸这种天然美，就是哇啊，对吧？然后一看到这种整容了的脸就啊，我就感觉这个态度其实不太友善。其实都是自己的决定，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自洽就都 OK 了。对。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这个就整个表演特别。但是他有一句话就别不承认。对。我觉得是这样。作为演员这个职业来说，演员大家观众最重要看的是一张生动的脸。但是我不是说医美它一定是不好的，我是觉得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脸上的皱纹是非常美好的，脸上的斑也是美好的，就是脸上的结构它自然有它自己长出来的道理。我跟你说，小鹿，我是一个下巴很宽的人。我在多年以前一直被很多人，制片人会说你要去把这个磨一磨。弄一弄，但是我最没有动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长成这样自然有我的道理。然后有一次我碰到有一个摄影师跟我说，马伊琍，你知道吗？你有个非常温婉的下巴。我说为什么叫温婉？他说你这下巴有点宽，看起来很温婉，就是很舒服，比那个尖的看着要舒服。我那天就很为自己温婉的下巴而自豪。所以小鹿，你也可以为自己有一个温婉的下巴而自豪。我挺自豪的。好，那我们谢谢小鹿。背这轮稿子的时候，有点担心，因为我讲的这些话题主要是跟比如说容貌啊，然后医美啊什么相关的，我很担心会在这里观众会觉得你在教我做事，但是其实我只是想鼓励大家享受更多的自由。好，我们一共获得了7分5股票，请杨老板和陈数也再次回到舞台上，我们一起看一看最终的得票结果。请看大屏幕。小鹿是就全方位的成熟，就是你就是感觉一颗果子，它处在它最成熟那么一个阶段。那小鹿肯定是稳的，陈数和严老师哪个会淘汰不一定。
好，恭喜小鹿194票，杨克强173票，晋级半决赛，请前往晋级区落座。200个观众，205票一共，205票得194，差10票。我们2位前往晋级区落座。好，强哥，好，小鹿。哎呀，很遗憾，陈述要止步于此。我们也想跟大家说的。首先就是感觉，有点还是有点对不起我的内容导演啊，就因为这赛段确实非常的让他操心，又天天玩不努力不改稿。其实我对我自己刚才的这个评价跟老师的评价其实恰恰相反啊，就是我觉得我这次的文本是差的，然后其实我加了很多自以为是的表演，甚至用了一些我。自己有点不太想用的一些东西，其实淘汰也挺好的，就是但是就是感觉就比赛已经就是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已经，对，感觉。然后谢谢马伊琍老师，我是觉得就是这个节目可能也有很多新演员看啊，我是觉得不是一定要怎么就表演啊，还是自己怎么舒服，其实怎么来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就这次就难受，对吧？就两边都没讨好。然后还想说什么呢？想说什么想不起来了。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大老王跟杨子儿，然后这次帮了我也很多。是不是该哭一下？然后应该没什么说的了吧？就说到后台再说吧。谢谢。好，那我们也谢谢陈述，我们一起来年再见，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很棒。加油加油！陈述有刻意的让自己的表演更鲜活，舞台形象更生动一点，但可能因为他就这么个性格，他再怎么加，他看着也是比一般人要温柔、要柔和一些。但今天我感觉是陈述比较好的状态，确实也认识了一些很多朋友。然后也算是见了一些世面吧，但整体上，没有辜负现场观众的期待，我感觉确实得突破一下舒适圈，不能老待在那个原来的样子上。这么年轻，总得什么都尝试一下，也收获了一次非常好的经历。好，那我们比赛继续，第一组我们就到此结束，下面就是第二组的3人争夺赛。你觉得你们组综合实力怎么样？很明显，我们出类拔萃，对，简直死亡之组，就别让我碰到他们仨啊！非常自信，我觉得这场我稳了，因为昨天开放麦观众的反应效果是还可以的，就是可以一冲。我是挺想进半决赛的，因为多一个机会嘛，能多一个演出，然后也借这个契机多写点段子，新仔，加油！说着加油，嘴里说着加油，脑袋里在想段子，加油！下一位演员呢，这一季解锁了全新角色——窝囊少爷。那我们掌声有请新仔。什么？我什么词儿？大家好，我是新仔。想必第一期都看了吧？也比较了解我的表演风格了，是吧？我的一些朋友呢，看完之后对我的评价是：新仔，要不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别祸害脱口秀了，别人干啥你也干啥。我说我一开始就是讲单口的，他们说你讲了吗？你不就演了吗？整的跟艺考现场似的，你都多余写那些词儿，你就应该上来直接说大家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塑造一个酒蒙子。你都不用说大家好，你就应该说各位导演好啊，你直接试戏不就完了吗？咋的？最近接不着活了？我说你别说，说的我贼尴尬。但同时呢，我也想到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高考的时候也参加过艺考，
当时老师给我们的考题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表演一种动物，我们10多个人，有演老虎的，演猩猩的，演蛇的。到了我这儿，各位老师好，我叫詹鑫，接下来我为大家表演的是一只猫，一只看见主人在和其他猫玩的猫。你看我干什么？玩的挺好的，你看我干什么？你过来干嘛？你别跟我玩啊！你别跟我玩，你别碰我，你别碰我！你再碰，你再碰，你别碰！哎，你这人，你真是你老说让你演的是猫，不是东北傲娇老爷们儿。考试虽然没考上但是现在就是兜兜转转也干了这行了而且还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事儿，比如偶尔我会接到一些商务，商务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拍广告什么的但第一次我不知道，商务这个词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车型。哎，鑫仔，我给你接了一个商务，我说不是应该商务来接我吗？很尴尬，这些尴尬都来自于我最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但这都是小事儿我最尴尬的一次，是有一个大哥他要跟我合照有一天晚上，我着急去一个快餐店，然后这大哥迎面走过来看到我之后缓缓放慢了脚步。我知道大哥把我认出来了，我也知道他很有可能要我跟他合照。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拒绝的因为一个陌生人他只有喜欢你，他才会跟你打招呼，跟你合照，这对我来说是荣幸。但是那天我着急出门，我头没梳脸没洗，我穿的也邋遢，我不希望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的手机里，而且当时那件事真的对我很重要，我就赶紧加快了脚步，假装看向旁边，余光发现大哥已经跟上来了。我心想我该怎么办？待会儿说什么？鑫仔，我能跟你合照吗？我说不行啊，感觉像在耍小牌。我想那我就跟大哥解释清楚吧，但当时的理由，说实话我有点说不出口。我总不能跟大哥说，我说不好意思大哥，你看我今天我睡了一天刚睡醒，我醒了，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礼拜4，我要去的那个快餐店呢，他每个礼拜4都会办一些非常疯狂的活动。我就赶紧打开手机软件，我发现4个套餐已经售罄3个了，我赶紧点，发现这软件卡住了，他家软件确实不太好使我就赶紧下楼买了，再晚2步别这个套餐也卖没了。我要这么说，大哥肯定会怀疑我的精神状态，而且这也太像一个1对1的商务口播了。我想我不行，我就编个理由吧，我就说朋友请我吃饭，那也不耽误拍照我就说我去拍商务，我谁大半夜的穿这样，正想着呢，大哥已经过来了。哎，是鑫男吗？哎，能跟你合个照吗？我说对不起，我有一个商务宴请。大哥都懵了，他不知道自己耳朵听见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说鑫仔，你这说什么鬼话？什么是商务宴请？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商务宴请。大哥，谢谢啊。一回头，发现肯德基已经近在咫尺了。众所周知，在肯德基办商务宴请的只有初中生当时只有10米，我就放慢了脚步，一边走，一边在心里估算大哥离开我视线范围的时间。走到门口，我心想应该差不多了吧。一回头，发现大哥正拿手机拍我呢。说实话，当时的我有很多种选择，我可以径直离开，但是我舍不得这个折扣。我也可以跟大哥说实话，我就让大哥把我当傻子，怎么了？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时刻在以一个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场戏从商务宴请就已经开始了，生活处处是舞台。当时我来不及多想，我一咬牙一推门，哎，大侄女，生日快乐！晚饭点的肯德基
被我硬控了1秒。不知道的以为元神出什么新活动了呢。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只有一个坐在门口的小孩，他说了一句话，声音震耳欲聋。他说：“你是新仔吗？”我说：“你要合照吗？”说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新仔。好，谢谢新仔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好，谢谢新仔的表演。你当初是没学表演之后学什么了？学了财务管理。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又做回了单口的表演？就是在网上看一些视频，然后很感兴趣，然后就是直接就去讲了。吴镇宇老师，上次您亲自指导了他表演，上一场很精彩啊，那个这次这很适合他的人设，真的漂浮不定。体会我上一轮看完老严的表演，就为什么说不出话来那个感觉了。准备好那个薯片啊，就爆米花，真的是。新仔你没事，真的总会有一个更弱的吗？哦，气死了这！哎，新仔你是哪年的？我是88年，1988年。我感觉你就像08年的出生的人。谢谢老师。是个奥运宝宝你。你在讲这个段子的整个过程，我感觉你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就是像刚才吴老师说的，你飘忽不定。然后我感觉你把我们所有人当成你的青春期同伴，在讲述一个你自己觉得很好笑的事儿。所以我会说，我觉得你像一个08年的男孩，不像一个88年的。马老师说你幼稚。年轻也是一种。你这个在线下的时候演的效果怎么样？就是昨天、前天，去了几场开放麦啊。因为说实话，你的表演能力确实非常强，然后你能很轻而易举的把我们带入到你那个情境里，然后我们确实设身处地的跟你一起在那个大哥面前，一直也进到了那个快餐店，但是真的就是看着你去买快餐的故事。因为他很多是没有语言的，是不是演少了某一些表情反应啊？对。线下演了超长的时间，第一次演的特别长，但是因为本身线下那个场子比较熟悉，然后可能效果比较好，然后之后再试可能就是感觉自己感觉有点长了，然后就改到现在这样。怎么罗老师？作为新仔的粉丝，我对他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我一句也不想说了。唉。当我对我们演员说我是多年前就是你的粉丝的时候，每次都是真诚的，要不我就不说了。所以，哎呀，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他在台上尴尬的时候，我恨不得替他上去尴尬。就是我们真的特别喜欢他，也知道他是个天才型的演员。不是，但是我其实刚才真没觉得尴尬，我以为你们认真看呢。我说那演吧，那我就好。很遗憾没有获得气氛组的票数，先回到备证区，我们最后一起公布票数。话头就不想让下一个人讲了是吧？带走了所有的商务。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演员，他的段子里说出了很多女生的心声，让我们掌声有请脱口秀嘴替唐湘玉。大家好，我叫唐湘玉，今年30岁，单身，至今未婚。我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大情绪呢？因为我有一个很厉害的三姨，一直盯着我的婚姻问题。我三姨什么人呢？知名媒人，乡村丘比特，在我们当地说媒几十年，所到之处狗都没有落单的。巅峰时期，给村里的老赖都说上了媳妇儿，简直是功德无了。
但我一直不找对象，很影响3姨的口碑，所以他现在是个男的都先介绍给他外甥女，不管有啥毛病。太厉害了，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称之为媒人，他是猎人，狩猎范围相当广，既能给我联系到上海外企的白领，又能给我找镇上2婚养牛的。养牛挺好，2婚也可以，主要我小时候被牛顶过，受过伤。他又长得咋说呢，跟牛魔王一模一样，长得太敬业。3姨劝我了，说你别挑长相，人条件不差。我说那是啊，将来带出去，谁不说一句你对象是真牛？他说你管这些干啥？你要是跟了他，没别的，光牛肉都吃不完。我说就没别的了，你还是说点别的吧，我没有那么爱吃牛肉呀。3姨说那毛肚吃不吃？牛大哥其实人不错，聊了不到半个月，我就学会了养牛。我打听了一下，他老婆跟他离婚之后自己干也养牛，也就是说跟他有过情感纠葛的女人，都闯进了畜牧业。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比起婚姻，你可能更适合干培训，授人以牛也很牛。跟他比起来，白领哥的花样就多一些。我俩都在上海嘛，他一直说想约个饭，但迟迟定不下吃饭的地点。我寻思是不是怕花钱呀？那我来定也行。他说绝无此意，只想找一个能看到东方明珠的饭店。外企是讲究用东方明珠下饭。然后我们俩去了东方明珠旁边的海底捞，完全看不到东方明珠。吃着吃着，他突然说要对他父母好，他父母都没吃过海底捞，这孝心也太突然了，旁边的服务员都不敢动了。完了，我也没有服务过我的父母，当时就要买火车票回老家给父母洗脚，做美甲。我也不知道说啥，我说那咋办？那让你父母来一起吃。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没有来过上海，越说越伤心。最后发誓一定要带父母看一次东方明珠。眼看要哭了，我赶紧安慰他，我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怪你，主要责任在东方明珠。他在上海这么多年了，都没想过让你父母来看看，长个大高个子，一点人事儿不干啊！当天晚上就把我拉黑了，把3姨也拉黑了。3姨气坏了，说人这是孝顺，你挑啥？我说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我不孝顺。他爸妈没看过东方明珠，我爸妈还没坐过航空母舰呢，这去哪说理去？太伤人了。好不容易有一个男人愿意把心掏给我，居然是孝心。我也想跟3姨好好说话，像从前那样，但现在2句话就能扯到这些事儿上。前2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认识了一个姨，脾气好，人也勤快，要是能给我当婆婆就好了。我想问那个姨做错了什么？那个姨甚至都没有儿子呀，就要给我当婆婆了，这是什么模式？消失的她。老公已经这么没用了吗？哦，人问我你老公呢？我说还没出生呢。太独立了，咱们独立女性就找独立婆家。好像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找个好婆家，从小就这样。结婚真的太重要，有什么好东西也要留到结婚。我们家有一床蚕丝被，距今已经有13年的历史。我说我这辈子没盖过这么好的被子，能不能盖一下子？说行，结婚时候给你。现在不行。我不得不去查了蚕丝被的使用禁忌，是不是未婚盖了不吉利？什么蚕这么厉害？哦，脑蚕啊！我讲这些也有人问我3姨会不会生气。其实我在我短视频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她就是不往心里去，就是不跟我断绝关系。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想跟3姨说，为了你的事业，我真的尽力了。但我也要搞事业，我知道你也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嘛，但你还记得吗？我会养牛。
我能把牛养好，也能把自己养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唐湘玉的表演，喜欢她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她投票。3、2、1，请锁票。好，谢谢唐湘玉，获得了气氛组的1票。好，田真姐给了1票。对，我一直都很喜欢唐湘玉，我觉得她的整个表演还是节奏非常好的。上一场我觉得就比较新，这一场呢又回到你可能熟悉的话题里去了。如果你可以有更大的视野，看到更多的内容，我觉得用你的这套方式去讲，我觉得也会很好。我也是觉得我应该有更大的视野，但我先把眼前的障碍给清除了。我好像被困住了，但我觉得女性不应该被困在这些事儿上，所以说我现在在努力打破它。等我下一个阶段我就好了，姐。郭老师，你有被三姨催过婚吗？我也很少回家，我就担心他们催婚，尤其到了这岁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好像也是突然从去年开始，他好像对我就有一个规划啊。没事，我听完相遇这些话，我回头我就把这话就转述给他。我跟他说这不能这样，我们男性也得独立。我三姨在看这个节目，她现在好像已经瞄上你了。我先学养牛，马伊琍老师呢？我第一次听唐湘玉的表演，我想可能我们在座更希望看到的是你是怎样走出这个困境的，这个会是大家更愿意在你身上看到的一个榜样。如果能见过你如何走出来，你会给大家更多的激励。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谢谢马伊琍老师，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大家想看到一个，能激励到自己的一个案例。好的，谢谢马伊琍老师，也谢谢唐湘玉，现在获得了气氛组的1票。我们先回到备战区，最后我们一起公布票数。三姨确实挺厉害，哪天给杨老师介绍介绍，他现在老落单，看能不能跟大林复合一下。嗨，把三姨介绍给我们老严吧，要不我去你！文江，加油！进入半决赛的这个信心是有多少？几乎没有，因为我其实自己来这个比赛之前我就很清楚嘛，我的目标就是最好是讲到3段内容，我其实3段内容都已经讲掉了。这次的比赛无欲无求，就是希望给自己演好就行了。这次备赛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很轻松呀，就是难得就是这么松弛，所以正好也碰到我巡演嘛。最主要的还是在享受演出，然后享受整个新的经历吧，然后就是吃吃东西啥，看看风景。香好爽！因为打工人就是这样的 ，KPI 完成了，所以后面多出来对我来说都是赚到的，所以我就很开心。门腔加油，不要辜负自己，也不要辜负观众。掌声有请门腔。大家好，我是门腔，大家好。有点后悔来这个节目，有点后悔，因为我感觉就是被节目组忽悠了，你知道吧？当时导演找到我，他说：“门腔，你来，这个比赛在上海录，你是上海人，你有优势，你主场作战。我到这里来了，一看，就我一个上海人。这哪里是主场作战？这最多就只能是主场做客。”我还问导演说：“我说导演，我用沪语讲段子来塞不啦？”导演说：“啥意思？”我觉得没有人数优势倒也算了，至少有个地理优势吧。这个节目在杨浦区录，我家住在奉贤区。你们知道杨浦离奉贤有多远吗？我每天早上从奉贤打车北上，要2个小时。我出门碰到邻居，我说我去杨浦上个班，他说：“哎呦，去上海出差了咯。”而且我特别害怕节目这种陌生环境，因为我很怕不能融入，你知道吧？我很怕不合群，很担心被排挤。
大家知道的，上海人在上海就最怕被排挤。多虑了。来到这里，很多演员都很亲切地问候我，他说：“哎，门枪，你辛苦了啊，辛苦你一个上海人要排挤我们这么多人啊。”我就非常要小心翼翼地去融入五湖四海。我观察了一下，东北演员特别多，于是我用出我的毕生所学的东北话去搭讪他们。我主动给他们推荐我们上海的本土的传统美食——咖啡。我用东北话推荐，我说：“哥们儿，这咖啡老好了，哐哐炫啊炫！啥喝了睡不着了啊？你就是没喝到位，再整点，再整点，透一透。”我现在在这个节目有个昵称“咖啡蒙子”，我知道这把稳了。有昵称说明表示亲切，融入成功，手拿把掐。不单录节目，我感觉我这一辈子一生都是在为了合群而如履薄冰。我当时刚毕业实习，去外企实习，我也很难融入，因为我发现同事们都会讲一些我很难理解的散装英文。我实习第一天就听到2个同事在茶水间聊八卦，我给你们学一下。Well， 侬晓得不啦 ？Jonathan， 当爸爸喽，儿子昨天出生了，儿子3100G。3100G， 他儿子是个移动硬盘吗？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哦，3100克。哦，你们初中物理也不是很好呢。这外企真的太帅了，一定要说3100G，我不能说6斤2两嘛。我还想，如果万一以后我上班遇到一种紧急情况，就肚子疼想方便啊，万一卫生间正好没有空位，我是不是也要用外企的方式去求助啊？我是不是要这样求助 ？Dear， 我这里有一些 situation， 你的 project 能不能 ASAP？ 求求你给我点 feedback， 我真的要到我的 deadline 了。平时上班和同事话也说不到一块儿，饭也吃不到一块儿，得被迫合群。到了周末我就不一样了，可以自由拼。肯德基周末疯狂拼 Crazy Weekend 拼，29块9选3个老北京鸡肉卷配1个甜品蛋挞，这么多，而且跟外企的说话方式一样，都是中外双拼。上班在 office 拼累了，周末就来 KFC 拼。合群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说太 important， 因为我从小家教就很重视合群这一块嘛。我是一个上海人，但是大家知道上海人也会分很多种，有很多种分法的。我是所有上海人中最正宗的一种，我有一半苏北血统。这个主要是继承自我的嗲嗲，因为很多上海市民往上倒3代都不是本地的，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嘛。现在讲到苏北，大家会挺开心的，感觉很开心。但以前不是的，以前我爸爸常因为他是苏北人而自卑，所以他一直关着我。他说：“门枪，你去读书，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要合群，知道吧？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我说：“我知道了。”然后上课的时候，真的有同学问我，他说：“门枪，你是哪里人啊？”我说：“巴斯苏波冷啊。”露馅了，我爸就很不开心，但是我知道现在长大，我就知道任何地方人都很好，上海人很好，苏北人很好。我现在而且特别喜欢苏北口音，我觉得苏北口音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苏北口音很有松弛感。我是怎么发现的啊？我女朋友小程，100%苏北血统。她在家里护肤的时候，她会这样跟我讲，她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雅诗兰黛，哎，雅诗兰黛听起来不贵了，朋友们，20块钱1瓶。过一会儿他可以刷短视频，现在很多短视频都炫富的，他刷，他说：“哎呦，什么时候我也能住进汤臣1瓶啊？”到汤臣1瓶我还听得懂哦，毕竟我50%苏北血统。
出门时候他跟我讲那个我实在听不懂，他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可可，我说什么可可？是口罩吗？还是奶茶吗？他说不是的，是那个香水 Chanel 可可 No.5。当他如此气定神闲地说出以上这些话，老实讲，我被迷住了，我也被治愈了，你知道吧？他那种完全不在乎、完全做自己的那种态度，怪 so amazing。就我发现，原来小心翼翼的合群，就不如开心的自己做自己嘛。用自己的声音讲自己最想讲的，我也觉得这是这个话筒的意义，这个麦克风的意义。所以就爱咋咋地，祝大家的段子都嘎嘣脆，祝大家所有的人的表演都令人五迷三道，贼咔咔炸场。我今天舞台的时间也到，deadline了，谢谢大家，我是门枪。谢谢门将表演，喜欢他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门将，没有五迷三道啊，老领嘞。这次又遇到了，哎，马丽老师是上海人啊，我是我父母都是苏北人，一个是爸爸是南通人，妈妈是扬州人。那所以他讲的那些感觉亲切。我非常感同身受，因为在我小的时候，苏北人是很被看不起的，他们叫苏北人叫江北人，叫江北人，其实就是长江以北的那个意思。但是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苏北人。但是我有个问题问你啊，你中学时候的外号就叫门枪吗？啊，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有本名的。哦，因为是这样的，就门枪这个词是，首先我就是很喜欢吃，因为我小时候对卤味里面有一种叫门枪。对的，因为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到门枪，所以我就感觉吃到门枪我就很开心，就感觉过年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门枪是舌头也是，正好是做脱口秀做语言类的，我觉得也有点关系啊。天天姐。我觉得那个门枪的整体水准都是一直在线的，而且确实一场比一场要更放松。谢谢。就是最后的结尾也是我也没有见过的送祝福式的脱口秀，是不是？因为坦白讲，我今天就是很松弛，因为我自己觉得，之前讲完3段，就是已经录了3轮，我已经很满足，所以到这轮我就很放松讲，也希望大家就是演得好一点，因为我觉得比到现在所有任何一个演员走都很可惜，所以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表现好。我多说2句，就是我觉得门枪很棒，因为为什么？其实大家知道他的普通话是有上海口音的，但其实我怎么说？在我们过去的我过去从事演员的经历中，常常会因为我的口音会被人嘲笑。今天我们并不是针对上海观众的一个脱口秀，是针对全国观众的一个节目，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众口难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门枪是很有勇气的站在这里，而且我能看到你努力的在融入。是。我觉得你很年轻，你前途无量的。我37了，37了，你会坚持的。我会坚持的，坚持走下去，活得久一点。哎，那你觉得门枪能做演员吗？我觉得他绝对可以做。啊，真的？因为他放松的。谢谢。他的短视频都是他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一人分饰多角演的那种。我很喜欢看他的表演，因为他台风台型都非常好。然后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虽然缺点是过于帅气和酷了，但是也没有怎么丢分吧。反正我没拍的原因是我全程都听得很愉快，因为他特别松弛，他比很多那些所谓大魔王还要松弛，所以可以直接点名。就那意思吧，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愉快的。但是我是感觉他整个本子也都很好，就是没有单一的点到所谓沸点，所以我犹豫就结束了，就没有拍。对，而且他讲的题材我也特喜欢，就是我们如果去外企或者是我所工作过的那些培训学校，英语培训学校。很多人喜欢在中文里夹杂大量的英文词，而且都是4级以下的词汇，所以会有一种很恶俗的方式秀他所谓的洋气，这个是特别恶俗和土的一件事儿。他跟你聊天说，
事情太多，一个一个挨个理也理不过来，他甚至会让人毛骨悚然的说出 one by one 的 care 不过来这么吓人的话，所以他讲那些时候我也是非常愉快的。谢谢。因为门墙确实很松弛，是不是对你来说应该上一场更重要吧？因为上一场你的女朋友坐在下面看。对，那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当然，当然呢，他是最重要的。上次感觉你好那个状态非常的紧张，但又很亢奋。是，但这次我觉得我可能希望不大，所以我叫他别来了。别来了，而且他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就更想是希望让他就是我有机会去陪着他，不要希望他来这边就还挺累的，我觉得。大家好，我是王面。大家好，我是一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哈。上节目了，现在百度上都能搜到我了。昨天我妈给我发了个截图，上面写着王悦，喜剧之王单口季选手，性别男。别人上节目是痛失艺名，我痛失性别。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长得有这么壮了，所以在学校里面老是被别人当成男孩用。有的时候开学嘛会换教室，把我分配去抬桌子凳子，我一口气抬了40多张啊，把我累的都有点微微出汗了都。我一转头，我看3个男孩去领新书，抬着同一摞书，还要在那儿1、2接。我们整层楼的女生都疯了，全部站在那个走廊里面，快看呐，快看，他们好帅啊，他们抬得好稳啊。我都心想，我说怎么这么轻易就能得到这么多的称赞？当男的好好啊。别人讲这个可能有点阴阳怪气了，但我是真羡慕啊。我确实我很喜欢我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人真的很爱研究我，就大家老是在网上讨论什么男性凝视、女性凝视，我觉得我是被男女老少凝视。就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对面的人就会不自觉的从我的头发看到我的喉结，再看到我的胸膛。就不管我在讲什么，对面的人永远都是短头发，没脖子，而且我每次还要站在那儿等他们研究完我才能走，你知道吗？就很尴尬。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最见过世面的就是卖卫生巾柜台那儿的那个阿姨。我也是会来例假的哈。我每次往那儿一站，她看都不看我，直接过来问我平时量大吗？我说阿姨，你要不要看看我？你没有什么别的疑问吗？她说有，平时量大吗？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需要凝视的地方，这个阿姨居然选择了无视我，而我觉得好有安全感啊！我真的很想一直就待在那个柜台里面，但我想了一下，还是要鼓起勇气往外面走一走。我不可能这辈子只买卫生巾吧？我量也没那么大。超市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而且很多人都说小朋友3岁看到老，我3岁你们能看到吗？我妈都看不到。我妈在我3、4岁的时候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就是我们隔壁家的男孩啊，20多年了，我们2家人就各自搬迁，再也没有见过面。前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突然就去成都旅游了，突然就去我们家拜访了，这个事情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挺突然的。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我下班回去的路上接到我妈急匆匆的电话，她说你下班了吗？赶紧出去躲一躲，千万别回来。我说怎么了？怎么了？她说大3天一家人来了。就是男主，他比我早出生3天啊。我们邻居都管他叫大3天，管我叫小3天。这就是最早的情侣 ID。大3天，多么远古的一个称呼啊！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但我脑子里面蹦出来一句话：逃跑吧，新娘！我就真的躲了。但我越躲越生气，我觉得当时订这个娃娃亲，明明是2家人一起订的，为什么现在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份无法面对？我要让他也无地自容，我就回去了。当我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紧张，我就一直在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但我很清楚的知道，只要我推开这扇门，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他们一家人了。
当我推开门的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尴尬使人忙碌。我妈噌的就从沙发上弹起来了，开始在家里面扫地。我其实一眼就在人群里面看到大3天了，已经没有我印象里的模样了。干净的寸头，宽厚的肩膀，跟老子长得一模一样。怎么还长出夫妻相了呢？是？哦，不是刘仁成啊，不是刘仁成啊。我们俩四目相对，他也很尴尬。他说：“呵呵。”我说：“哈哈哈哈哈。”我一转头，我妈扫到厨房里去了。大3天的爸爸也很尴尬，还是我先开口打的招呼。我说：“叔叔阿姨好。”他爸爸在那儿听这个，好。我们这次来呀，主要是来旅游的。他们那天来的时候提了水果，提了牛奶。就是没有提这门娃娃亲啊，就我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其实挺传统的。但我那天凭一己之力，我就让他们一家人都意识到，有些传统就是糟粕。但话说回来，他们一家人走了过后，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我就去问我妈妈，我说你为什么下意识的就会让我躲起来？我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是？你在家里面扫的都有静电了。我们俩头发在那儿立着，但我妈给我的回答其实挺戳我的。她说我虽然不想你伤害到别人，但是我更不想别人伤害到你。哦，那一下我就觉得，原来卖卫生巾的阿姨她通过看不见来尊重我，我妈妈通过躲起来来保护我，但是我更喜欢站在舞台上让大家看见我。什么男女老少年无所谓，我就站在这儿，大家可以尽情的凝视我。谢谢大家，我是王悦。好，谢谢王悦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好，谢谢王悦。谢谢。我很喜欢王悦的表演，而且我觉得他是越来越松弛了，而且我觉得你的人生经历好丰富啊！就这段也是真实故事吗？对，因为王悦每次表演完，他讲完我都要问他这是真的吗？因为他也经历了太多了他的人生。所以你接下来还有什么人生储备吗？还老不少的了。就这个事儿，其实我上脱口秀舞台第一次就想讲这个的，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就是大3天他们一家人来了，其实我里面本来还要讲一些就是我怎么躲的，就是我其实还躲了老多地方，我妈当时让我躲起来，到处躲，从那个保安亭躲到菜鸟驿站，就是那种，我第一次感觉我自己什么都没做错，还要这么躲啊，就是那种感觉。那个心态发生变化，从一开始决定躲到去面对的那个过程是经历了什么？我就是一下觉得凭什么呀？我也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让我躲起来啊？我就反正你让我那个啥，我也就是我也要回去让你无地自容，你知道吧？就那种。